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老朋友 Razer。我做这个 Razer 投资说的频道，初衷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投资逻辑，包括说一些投资的专业知识、一些干货分享给大家。希望呢以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些专业知识，能够少踩坑，能够多赚钱。我不希望大家再踩雷以前的什么 P2P 银行理财暴雷信托理财暴雷原油宝暴雷这种事件。我希望大家炒股也不要再继续亏钱。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能力圈的一些知识范围给大家做一个科普，让大家少踩坑，这就是我的初衷。我的能力圈呢，主要覆盖中国的 A 股市场以及比特币区块链投资市场，偶尔也会提及房地产市场和全球的美股市场和港股市场。希望大家想听什么内容呢，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评论，后期呢我会有所侧重。希望大家对我的内容呢给一个肯定，给我点赞留言包括说订阅我都可以。我会继续给大家做一个投资干货分享，希望每一个人在我这里都有所收获。谢谢大家。我呢追求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虽然我做投资做金融行业，但是呢我希望更加接地气，希望让大家能够听懂我，能够很平和的跟大家交流，我觉得这是个窗口。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多多在下面留言。今天我们就来说，在华为制裁事件之后，我们中国的这个33家实体公司又被美国再一次制裁也就是说我们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再一次加剧了我们先看一看到底制裁在哪里了。我待会发一个这个制裁名单列表，总共33家实体公司。在5月23号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我们中国33家实体这个单位做一个再次制裁，包括呢奇虎360、云从科技、风火科技等民营企业。360奇虎360大家都知道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安全公司，网络安全公司。它主要做呢这个360安全卫士以及360闪软件这些个人的电脑安全产品，这肯定比较出名，大家都知道，家喻户晓嘛。还有就是云从科技，云从科技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风火科技是一家做 5G 网络光纤光缆的一家公司，它仅次于我们恒通光电，可以说是也是国内的这个网络光纤龙头了跟我们的 5G 产业链相关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科技企业。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公安部的法医科学研究所以及哈尔滨工程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你发现这些都是其实是政府机构，而并不是民营企业了。所以美国这次制裁了我们中国33家实体，包括了民营企业以及政府单位，但是他们都属于我们中国的高科技领域。可以知道这一次华为制裁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后面再一次对我们中国很多科技企业再做一个打压和限制。什么理由呢？为什么美国屡屡对我们中国针锋相对呢？美国说这些33家实体企业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他们所使用的美国的产品和技术存在被用于军事领域的高风险，所以呢对我们中国33家企业做了一个限制做什么限制呢？就是这33家实体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不能再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技术了，他们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再利用美国的技术软件或者是美国的工厂，也就是说我不跟你做生意了，你呢也别想再用跟我们美国有关系的生产技术软件和任何服务了，对吧？这就相当于划清界限了，比华为可能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档次。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中美贸易战再次加剧，中美冲突再次加剧，两方的火药味更浓了这其实我之前在5月21号和22号录制的视频呢有提到过，就是我当时认为两会之后整个全球的行情我看空，我认为市场会下跌。为什么会下跌呢？有很多因素，我当时提到了一个政治环境的因素。美国和中国的作为世界2大国，现在在处于一个冲突过程当中因为疫情因为贸易战冲突加剧了。我当时觉得可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后面出来了华为制裁事件，包括说现在的33家实体制裁事件再一次打击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可以发现这个趋势是一步一步恶化的，所以证明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未来可能市场呢会进一步动荡，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大家要谨防风险。大家可以从这个目前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事件逐步恶化这个事件可以看到，整个大的环境其实是在不断的逆全球化的。我们之前说全球化各自分工你干这个我干这个，全球产业链互通互助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逆全球化，每个国家都想把各自的产业链回迁，每个国家都想在自己国内有一条很全的产业链，而并不想要依靠别的国家，各自呢竖起了一道墙，建立起来一个壁垒。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呢，我觉得它是短暂的，不会持续。但是说明什么？这说明现在可能不会再有像以前的2战1战那种热战冲突，也不会出现像以前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冲突，取而代之的是目前的中美贸易战。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大国冲突、大国博弈、大国对垒的一个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中美两国博弈，最后呢，我觉得是两败俱伤，不利于全球的经济的恢复全球的经济发展，更不利于全球的金融投资市场。这对我们金融从业者其实是巨大的冲击和打击。未来我认为2-3个月内，我们的全球市场肯定会再一次下跌，再一次探底。希望大家呢能够谨慎对待，能够稍微先减少你的投资，减少你的操作先等待时机，观望为主。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未来不仅是美股包括现在港股已经开始跌了，包括说 A 股，包括说我们比特币区块链市场，我觉得也会跌，因为现在金融市场是同涨同跌的，因为疫情过后了，整个流动性是同起同落的。我认为5月之后，开完2会之后，整个市场都会下跌，不论你是什么投资品种。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是蛰伏期间，一定要守住你的筹码，守住你的现金，不要乱投资了。这是第一点新闻。我们今天讲第二点新闻。第二点新闻就是富时罗素指数再一次把我们中国的 A 股提升了纳入比例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我把我们中国的股票17.5%的这个比例纳入了这个富时罗素的这个指数里面。现在呢，从17.5%这个数据呢，涨到了25%，也就是说1/4的股票都是我们中国的股票了。就发现我们这个外国的这个外资非常看好我们中国的优质资产这一次，也就是说到时候6月22号这一次从17.5%到25%这样一个比例提升的话，会带动大概外资有300亿的被动资金流入我们中国的优质资产。这因为它是指数嘛，指数投资的话是一个一篮子投资，是一个组合投资，大量的股票都是被动直接配仓配置上来的其实发现自从我们中国股灾以来，这几年外资是一直不断流入我们中国的优质资产的，外资是看好我们这个 A 股市场的，看好我们中国的这些优质资产。尤其是在我们之前几期视频中也讲过自从2018年底以后，中国的资产一直表现是雄冠全球，全球领先的一个资产，比美股和港股都要更加走势好看更加涨势惊人。尤其是我当时说过了，我们中国的创业板指更是全球表现第一自从2019年、2020年看到这个表，这个走势表现都是很厉害。所以我当时还说嘛，创业板其实已经进入一个牛市阶段，大家可能还没有发现，但是我认为它已经牛市在途中了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牛市。外资都这么追捧我们中国的资产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尝试着配置一些我们中国 A 股的优质资产呢？对吧？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图表，就是外资他们偏好什么呢？偏好我们中国的白马股和优质资产。就是说之前我们讲过的，选股好像选女人一样，他们选的就是非常美的女人，又大又美的女人，就是身材也好，市值也大，而且呢长得也漂亮，知名度也高的这些女人，他们就选这些股票。这个表格里包括什么呢？贵州茅台、美的集团、中国平安、格力、五粮液中国伊利、海天味业这些消费领域的优质资产。你发现外资的口味跟我刚刚上次说的那些选股选女人的这些口味很像，因为这是正确的投资方向，这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而且呢，你的资金投到这里面呢，不会有太大亏损的。放长远来看，你看1年、2年、3年之后，放心，你投的这些资产肯定会继续给你带来很多收益的。所以说这2年外资不断的加码我们中国股票看到这个富时罗素提高了纳入我们 A 股的指数这样一个占比，我个人认为呢，其实长期来看，我们中国的优质资产还会继续雄冠全球，继续表现非常好的。所以大家手头有点闲钱的，再等待2-3个月，这一波市场下跌之后，就大家这个抄底我们中国优质资产的好机会现在就是等机会到来之后，你就可以逐渐的把你资产的一部分用闲钱投资于我们中国的这个 A 股市场我个人是长期看好我们中国 A 股市场的，我未来也会继续讲更多关于我们中国 A 股资产投资的一个逻辑和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包括说我会录屏给大家讲到底如何操作
同花顺这个软件去看一些 A 股的参考指标啊，如何做一个行情分析或者说基本面分析，我都会讲到。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点击订阅我啊，收看我，给我留言点赞啊。我们今天讲2个事件，一个是在华为制裁之后啊，中国再一次被美国制裁33家实体企业啊，这代表了一个逆全球化的趋势，一个中美贸易战加剧的一个趋势啊，不利于我们全球的金融市场，短期内可能会有个下跌啊，符合我上一次的看空言论。第二点就是长期来看啊，发现外资这个还是看好我们中国优质资产，富时罗素再一次提升纳入我们 A 股的这个占比，对吧？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点击订阅我，给我留言点赞，拜拜。